我曾经请过一次泰国佛牌，奉劝朋友们不要轻易碰这东西。这东西很邪门，的确可以转运，但更有可能要了你的命。所有的故事还得从我请了一块阴牌古曼丽说起。2015年，我工作失利，还被同学骗进传销，一贫如洗。我平时也爱写文字什么的，脱困之后就喜欢把这些发到贴吧里，然后这个帖子居然有上百人评论。其中一个网友建议我请一个佛牌就能转运，他的回复还引起了不少网友的讨论。关于佛牌，评论区回复众说纷纭，有好有坏。他们说还有不少明星佩戴，包括武打明星、相声界大咖。我马上就上百度查，结果还真有，而且都是风云人物。难道佛牌真的有这么神奇？我决定试一试，就私聊到了这位网友。他给我推荐了路子，是淘宝店的一位店主。当然，现在这个店早已经关门了。我联系到阿七，化名，发了信息：大师你好，我想请一块佛牌。他问我是请正牌还是阴牌，我告诉他我想请一块阴牌。阿七细心给我介绍了阴牌种类很多，有古曼童、龙婆、九尾狐、蝴蝶牌等等。他给我说了价格，每个牌效果越大，价格就相对越高。最后我花3000大洋请了一块古曼丽，想先试试真假，然后再请个好的。说实话，我没抱太多希望，心里就想着万一是真的就赚了。阿七很耐心，他问我喜欢打牌不，我说以前喜欢，现在不沾了。他说有了这东西，打牌包赢。我问他真的吗？他说如假包退。付款收到货后，我看到这个牌子就感觉心里特别慌，毛毛的。怎么说呢？里面有一个古怪的小女孩，她蹲在那个看起来都恶心的棕黄色液体里面。说实话，这做工也太差劲了，我就感觉自己被骗了。上面还有一个编号。我就问阿七，这个真的有效吗？他说我又问里面是什么成分，那个棕黄色液体是什么。阿七毫不忌讳地告诉我说，里面是阴灵，有小孩的骨灰，液体是尸油。他告诉我不要怕，说小孩不会伤害人，让我按他的要求供奉就行。不怕是假的，反正都已经买了，就试一试吧。阿七给我说了供奉的方法，2点非常重要。一是把自己的生辰八字写在黄纸上烧掉，二是滴2滴血在上面。他说这样我们就绑在一块了，也就是滴血认主。对于这些操作，说我心里不怕是假的，但是有什么比没有钱更可怕的呢？这个时候，淘宝后台的阿七又发来了消息，到时候打牌赢的钱当着佛牌的面给烧一半，这个切记不能疏忽，如果犯了禁忌，赶紧联系我。我就问他为什么要烧一半，他说有些事还是少知道一点好。然后又跟我说了怎么供奉佛牌。我按阿七的要求做了供奉，反正我当晚做这些的时候，心里特别不安，毛毛的。第2天我就去试了，打牌结果真的赢钱了，其他牌友都说我开挂了。其中有一把牌我接着摸杠牌，杠了4次杠开了，我自己都怀疑自己出千了，弄得我全身是汗。后面连着几天我都在赢钱，虽然不是很多，但是我真的是信了，这个阴牌确实起作用了。我也按阿七说的做了，每次都是把当天赢的钱的一半当着佛牌面烧了。爽，真的是爽，我觉得自己的人生要开挂了。我继续打牌，这一天手气好的不行，其他牌友压根儿不让走，最后我把他们全部给拔了个精光，
才让我走。这一天太晚了，出了排场的时候，我才意识到出了大事。现在已经过了晚上12点，在路上我赶紧拿着所有赢来的钱全部烧给了他，说自己不是故意的，让他大人不计小人过。当天晚上我很晚才睡，第二天醒来啥事儿也没有发生，一切好好的。接下来2天我运气就开始不好了，连着都是输钱，把赢的钱全给吐出去了不说，自己还倒贴了1000多进去。我回家的时候，一只小橘猫一直在我家门口徘徊，来回喵喵的叫。我一开门，它就像是受到什么惊吓一样，猛地窜跑了。就在后半夜我醒了，床下面响起了沙沙的声音，开始动静很小，我以为是老鼠，就没有管它。动静慢慢的变得越来越大，突然床板下响起了可怕的声音，吱嘎吱嘎1声2声，这分明就像一个人在床板下用手指甲盖在挠我床板。我被鬼压床了，全身动弹不得，一颗颗汗珠慢慢从脸颊滑落下来。什么时候我家床底下躲了一个人？这有点像一个快要断气了的人在向我求救。此时的我神经绷紧，全身每一个毛孔都在收缩着，屋里的空气也凉了，身体突然能动了。我翻了一个身，我敲了2下床头柜，声音停了。过了片刻，它又开始动了。我赶紧打开卧室的灯，慌乱拿起了手电筒。我慢慢的蹲下身子，不敢喘一口大气，然后轻轻的把脑袋向床底探下去。电筒光照了进去，原来是那只小橘猫。它是怎么进来的？我赶紧打开门，把它放了出去。麻痹，我竟然被一只小橘猫给吓破了魂。第二天早上我出门的时候，门是没有反锁的。我明明记得昨天门是反锁了，难道是我半夜起床把这只猫给放进来的？我不敢继续往下面想，越想越害怕。我赶紧把这事情反映给了阿七，阿七说需要给他转4000块钱就能给我处理。麻痹，居然要4000！我给他讨价，他不同意，反问我找道士解决事情有没有讨价还价的道理。我直接就没有搭理他了。面对这些奇怪的事，我又跑到了贴吧发帖，寻求网友的帮助。不过大多数人认为我就是一个编故事的，他们让我继续更新，说代入感非常强烈，就是不够刺激。少数几个网友说我被牌子里的小鬼给缠上了，这东西很难甩掉，得给他搞一点血腥、鸡血、鸭血什么的都可以，这样运气会更好。要想彻底摆脱，就得把他送走，让我完成他未了的心愿。其中一个网友说，这请牌容易送牌难，还给我讲起了泰国故事。这牌子里的阴灵怨气极重，有些是成型的胎儿被打掉了，有些是畸形儿被亲生父母抛弃杀害，更离谱的还有子母胎，就是妇女难产而死，孩子也死在了肚子里，然后牌商把他们的骨灰还有灵魂注入佛牌里。这些网友越说越玄乎，我根本不敢再往下翻回复了，这太恐怖了。送走确实有点扯了，还是搞点鸡血容易一点，只要他不害我就行。我想了想，也对，难怪这只流浪猫往我家里跑，原来是里面的阴魂要喝它的血。第二天我直接去菜市场弄了鸡血给它供养。接下来这玩意儿可算消停了，晚上出去打牌，我又走上了正轨。但是这些天除了打牌赢钱，我总是在莫名其妙的走运。开始有一个和我闹矛盾的朋友，本来都已经是闹僵了的，他主动来找我缓和关系。这个朋友说实话脾气特别倔，
我之前2次找他，他是直接假装没看见，不回我话这种。现在我们的关系居然一下子又回到了以前，有点太不可思议了。工作中老板突然要给我涨薪，还给我调换了最舒适的岗位，老板还给我直接数了3000块现金奖励给我，说要感谢我。老板，你给我又涨薪又调岗位的，还要给我发红包，我也没有做什么大事呀。对于老板这突如其来的操作，我着实有点不解。小张呀，实不相瞒，你前几天给我托了一个梦，我跟一个老总谈了一个大合同，你是我的贵人呀。麻痹，我人是活人，居然说我给他托梦，真会瞎扯。小张，钱你就收下，后面谈成了再给你弄一个大红包，好好感谢一下你这个恩人。钱老板都拍到我手上了，我也不好推脱，就给接了。谢谢老板，我就收下了。老板当天还要请客所有员工庆祝，他特意说是托我的福请大家吃饭。我们在一家路边摊吃烧烤，当天晚上和我调换工作岗位的同事没有来。老板说这样的人不适合在公司里面干，太小心眼了，明天就要把他给开除了。晚上我喝得醉醺醺的，只有我自己觉得这个工作不应该是交换给我的。这一切来得太离谱了，我真怀疑是我给他托了梦。吃好喝好，老板居然让公司小会计送我。小会计叫杨莹莹，才来公司没几天，长相清秀，特别文静。杨莹莹害羞要推辞，老板直接就把我往他怀里推。大家都是同事，小杨你就给送送。大家都喝醉了，只有你不喝酒。小张又不是坏人，关键是你们都是单身。老板前面的话还让我听着舒服，这后面单身难免会让人想入非非。触碰到杨莹莹那一刻，我感觉自己全身上下像触电了一般，脸颊滚烫，火辣辣的。她的身体太柔软了，软得像豆腐一样。我当时觉得自己整个人都酥了，这感觉就像是坠入了爱河，无法拒绝。我当时喝的确实有点多了，借着酒胆在杨莹莹身上乱瞄。她穿着浅蓝色小碎花的连衣短裙，身材曼妙，散发着淡淡的体香，2只小眼睛显得特别无辜。面对这样的诱惑，说实话，是个男人都经受不住，何况我当时还酒精上头了。美，简直太美了。然后就没有然后了。我早上醒来的时候，衣服也换了。现在我只记得是老板把我推到了美女的怀里，接下来的其他事情都忘得一干二净了。不过一想到衣服肯定是莹莹换的，我心里还是美滋滋的。第二天，我刚到公司就被一个消息给震惊了，我差点就瘫在了地上。小张呀，老赵昨天喝酒出事了，被大货车给撞死了，那大车没刹住，都翻了。这个消息你们知道吧？老赵就是和我换岗位的同事，怎么就突然出事了，人还没了呢？我赶紧问这个同事到底是不是真的，他说死人的事还能瞎说呀，警戒线都拉起来了。他又拿了照片给我们大家看，说是他朋友拍的，撞到的真的是老赵。我不敢继续再看，场面太血腥了。我觉得呀，老赵的死和他玩佛牌有关。他告诉我，他托朋友在泰国请了一个阴牌，什么九尾狐，他当时还让我请，说能逆天改命，天天都有女人玩。幸好我说等几天才请，要不然自己也完蛋了。你们可千万不要沾这玩意儿呀。我想了想，老赵这段时间确实很走运，每天上班总是有不少女人跟他聊天，谈情说爱，有的还给他转钱，他还时不时拿出来显摆，原来是他也在玩佛牌。
我的心里突突跳个不停。一条生命就这样结束了。我觉得这完全和这个佛牌有关系。我总觉得这件事和自己请牌也脱不了关系。我心里愧疚无比，我整个人下午上班都不在状态。晚上回去的时候，我直接把这玩意儿拿去扔进了河里。这东西太邪了，不能沾。这一晚上我都在自责，心里愧疚的不行，还特别害怕。我来到了河边，明明回去了，我怎么又来到了我扔佛牌的地方？没有错，旁边还有一棵枣树。就在这个时候，河里突然探出一个脑袋，我还没有看清楚，他的身体就被一股强大的力量给拉进了水里，水面溅起一团浪花。很快，一双手浮出了水面，拼命地挣扎。他的手里捏着那个我扔掉的牌子。小张，你救我，救救我！这是老赵的声音，他不是死了吗？我额头身上都是汗，猛地惊醒了，原来是一场梦。我打开卧室的灯，坐了起来。梳妆台上湿漉漉的一片，上面居然躺着那个我扔掉的佛牌。他回来了，他怎么又回来了？我明明扔掉了，还看见他沉入了水底。我身上怎么也湿漉漉的，衣服就是河水泡过的，上面还有不少淤泥。我真的下水了，可是我压根儿就不会游泳。这佛牌难道是老赵送回来的？死人怎么能回来？他也不知道我住什么地方呀。我的脑袋都要炸了，感觉卧室整块天花板都在不停地旋转。这东西太邪门，太他妈邪门了。我感觉屋子里有一双眼睛在监视着我，他随时都会要了我的命。我没有办法，再次硬着头皮联系到了卖家阿七，问他在不在。他回复我了，我把整个事情给他说了。他说4000块钱给处理，不讲价。迫于无奈，我赶紧给他转了过去。你找一块红布包起来，然后找一个没有人的地方把它给埋了就行了。我说然后呢？他说没了，这样就能摆脱他的纠缠了。他给我说的方法，我真的很想骂他祖宗18代，把他的祖坟给掘了。就这么一句话的事情，收我4000，这钱也太好挣了一点。没有办法，钱已经转给这个奸商了，就当破财消灾吧。我赶紧去柜子里找了一块红布，准备把它包起来。包的时候，我注意到里面小孩的眼睛居然动了一下，我吓得全身一抖，牌子差点掉在了地上。再看的时候，没有任何动静。我赶紧把它包了起来，又用胶带缠了几圈，才算完事。拿了电筒，找了一把铲子，我找到了一块空地，四周空旷无垠，安静的吓人。我的心里特别慌，感觉就像自己杀了人，在毁尸灭迹一样。按理来说，夏天会有一些蛐蛐、青蛙什么的叫声，今晚什么声音也没有，一切安静的离奇。我总感觉自己身后有一个鬼，他随时会要了我的小命。我全身都是冷汗，毛孔也在收缩。我不敢多想，赶紧挖坑把他给埋了。总算好了，我一口气跑回到家里面，热得全身湿透了。晚上我喝了不少酒才睡了。第二天醒来的时候，佛牌没有跑回来，我才放下心来，松了一口气。可是接下来的日子，我总是运气不好，发生一些奇奇怪怪的事情。莫名其妙的，公司老板把我给开除了，连着小会计杨莹莹也给开除了。从同事那里得知的原因是，老板谈的项目就要成了，最后签合同的时候出了幺蛾子，给弄黄了。他还搭了2顿饭钱。我的父亲在工地上摔了一跤，
腿摔断了，医疗费也花了一大笔，所幸没什么大碍。我的钱又莫名其妙给丢了，弄得我特别烦躁。这一件接一件的事情，我觉得并不是意外。我又赶紧联系到了阿七，问他到底怎么回事。他说这些就是小意外，完全是我自己在瞎想，瞎想不在他的服务范畴。此时我的心里有10000句脏话想对他奔腾，把我榨干了就不管了，真的是黑伤。没有办法，我只好又去找了一个风水先生，他给我画了一道鸿符。晚上我总是睡不好，心里特别不安。哥哥，我帮了你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？突然，一个小女孩站在了我面前，我就在埋佛牌的地方，我看不清她的面貌，特别模糊。哥哥，我妈妈抛弃了我，你也要抛弃我吗？我不敢吱声，全身都是冷汗，已经意识到这极有可能就是牌子里那个女孩。哥哥，妈妈说我是畜生的孩子，她把我丢弃了，我是被冻死的，被别人捡了，封印在了这牌子里，现在还不能投胎，成了阴魂。小女孩的情绪越来越激烈，她一步步向我靠近，我慢慢往后退，她越来越快。我看到小女孩的时候，整个心脏都快要跳出来了。她6根手指头、鼻子、嘴都是歪的，也根本不规则，坑坑洼洼的，像被虫子咬了一样。我从来没有见过长成这样的小孩，他长得太难看了，分明就是一个畸形儿。我不敢继续看他，把眼睛慢慢移开。哥哥，你也觉得我是畜生的孩子，不该来到这个世上吗？小女孩突然落泪了，她很绝望。小妹妹，不要难过好吗？也许你妈妈有什么苦衷呢？我心里面害怕的不行，赶紧安慰。我不知道自己现在是做梦还是真实的。够了，我求求你，不要提这个女人了。小女孩突然情绪暴躁了起来，我赶紧顺着她，我不提她。哥哥，你能把我放出来吗？那里面好冷，我不想待在里面，我求求你了。完了，我是真的被这玩意儿给缠上了。没有办法，我只好哄着他。哥哥，明天就把你放出来。这句话刚说完，我就醒了。这玩意儿太吓人了，真的太吓人了。我想不到招，就赶紧继续发帖子更新内容。大多数网友回复是让我继续更新内容，把它放出来玩玩。只有少数几个人说我被小鬼给缠上了，让我最好不要把它放出来，说这要是放出来会要了我的小命。第二天我找了一个旅馆住下来，心里想着是不是换一个环境就好了，毕竟旅馆人多，我相信这玩意儿不敢胡来。可是晚上睡得迷迷糊糊的时候，这玩意儿又来找我了。哥哥，我把你当最好的朋友，你为什么要说谎呢？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骗子都该死，我要杀了你，杀了你这个骗子。小女孩她手里拿着一把水果刀，我切西瓜的那把水果刀。她真的要杀了我，我根本不能动。外面还在下雨，越来越大。突然一道闪电划过，雪白的刀尖就在我眼前，银晃晃的。我没有说谎，我没有。今天有事儿，我忘了，我马上就去。就在这个时候我醒了，外边也根本没有下雨。我是被指尖传来的疼痛给惊醒了。我嘴里咬着自己的指头，我还能明显的感觉到血腥味。我慌得赶紧打开了房灯，我的食指全是血，牙印特别深。要是我再用力一点，能把手指头给咬断。我不是在旅馆里睡觉吗？怎么又睡到自己家里面了？太诡异了。我感觉骨头都凉了，全身都在发抖。我再也不敢淡定了，用创可贴包好手指头，直奔埋牌子的地方。
我赶紧把它挖了出来，找来石头，又把这玩意儿给砸破。砸破的时候，我感觉到一股阴风从里面窜出来，直奔我后脑勺。我心里慌得不行，转身就赶紧往家里跑。哥哥，谢谢你，我会好好报答你的。我前进的脚步被这突如其来的声音给震在了原地。此时我呼吸急促，整个人都麻了。我不敢转身，后面的东西是鬼吧？这不是梦，真真实实的场景，绝对是真的。我全身都是汗，动弹不得，我的腿脚被定在了原地。完了，我听说过鬼压床，这叫什么？我的心里慌得不行，今天该不会要葬送在这里吧？就在这个时候，我感觉有什么无形的东西一下冲进了我的身体。就在这个时候，我又能动了。我明明想跑，怎么就掏出了手机，打开了微信，找到还没有被我们老板踢出的工作群，找了一遍，然后添加了杨莹莹为好友。麻痹，我在干什么？我没有想过掏手机，更没有想过要添加杨莹莹为好友。我现在唯一能理解的是，我被鬼魂附体了，自己的身体完全不受控制，只有思想还属于自己的。过了一会儿，杨莹莹居然同意了。这么大晚上，她居然还没睡。不受我控制的身体很快给杨莹莹发了一个笑脸过去，杨莹莹也给回了一个笑脸过来，然后我的手就在屏幕上打了好几个字，反复删除。哥哥，这些话还得你来，我没有恋爱经历，只能帮你到这里了。他原来是想帮我，不是要害我。其实这个小鬼并没有那么吓人，我放松了警惕。杨莹莹，你也睡不着吗？我打了几个字，然后这小家伙把杨字给我撤回来，又发了过去。杨莹莹给我回了是，说自己工作也没了，家里人还要给她介绍相亲，心里很烦，就失眠了。我就安慰她，让她不要焦虑，会慢慢好起来的。这个时候我的手又不受控制了。莹莹，我能做你的男朋友吗？我们一起去找工作。这句话发出去的时候，我想锤死这个小鬼，这太直接了。说实话，我心里面确实挺喜欢杨莹莹的，但是这么快就表白人家，也太不好了吧。我们还是先从普通朋友做起吧。我知道这件事有戏了，虽然不是直接同意我，杨莹莹至少还是给了我机会。我高兴的不行，说好。然后杨莹莹跟我说不早了，让我早点休息。我给她回复了晚安，么么哒。哥哥，是不是活在世界上的人都很贪婪？他们害怕负担，却总想拥有。小女孩的这句话问住了我，我不知道怎么回答小女孩，我觉得自己不配回答她的这个问题。我也走了，请佛牌改运这条捷径。哥哥，可以听我给你讲讲我的故事吗？我点头，示意小女孩可以。小女孩说自己的母亲为了钱，居然和家里亲戚的孩子结婚，然后生了她，发现她是畸形儿，然后被自己的母亲给遗弃了。哥哥，你怕我吗？不怕是假的，但是听他讲话的语气，我又没有那么害怕了。开始怕，现在不怕了。小妹妹，不要这么难过。突然一道身影出现在了我面前，是我梦里见到的那个小女孩，6根手指，鼻子、嘴巴都是歪的。在暗淡的月光下，除了可怕，更多的是可怜。我的心里说不出来的感觉，被父母抛弃，还要被佛商做成佛牌来卖，让他永远投不了胎。哥哥，能带我回家吗？我想杀了我的父母，是他们抛弃了我，他们该死。一切还好好的，小女孩突然给我来了这么一句，
我心里慌了，不知道怎么回答他。不帮他，他会杀了我；帮他，他会杀死他的父母。小女孩的怨气极重，如果撒谎骗她的话，我想我会死得更惨。小妹妹，我带你回去可以，别杀他们可以吗？哥哥知道你委屈，要是投胎的话，以后就做我的孩子好不好？我一定好好待你。我其实并不知道他能不能投胎，就这样给小女孩说了，她答应了。目前我找不到更好的对策，先带小女孩回家吧，走一步算一步。可是对于去泰国，我心里很犹豫，我怕再也回不来了。要是不去，我更是死路一条。说实话，我的心里特别烦，非常懊悔请了这个鬼东西。我有太多的事还没来得及做，我想孝敬父母，我想努力奋斗，我也想把杨莹莹给追到手，我唯独不想死。这一晚上我心里斗争的特别厉害，从来没有这样不安恐惧过。我组织了好几篇草稿信息，想过给父母朋友还有杨莹莹发过去，但是最后我还是没有发出去。哥哥，你还不睡吗？这个时候一个想法传给了我，这不是声音，鬼魂还能跟我这样对话吗？知道就知道吧，这确实也是我真实的想法。哥哥，我不想回去了，帮我送回寺庙里好吗？小女孩突然落泪了。我为什么能感觉到她落泪？妹妹，我送你回家吧。哥哥，再相信你一次。我订了去泰国的票，我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这么做，可能是觉得他没有害我，还有就是可怜他，想让他落叶归根吧。我找来一块红布，把它重新包好，踏上了去泰国的路。小女孩提前跟我说了她家里的地址，当晚到得太晚，我住了旅馆。我洗漱完刚躺好，这玩意儿就在开始动了。我把它打开了，小女孩跑了出来。哥哥，我突然不想回家了，把我送到寺庙去吧，我也算是回家了。一直想着要回家，她突然变卦了，我怎么也没有想到。小妹妹，怎么了？你不是想要回家吗？哥哥，我害怕看到父母还肮脏的活在这个世界上，我怕自己杀了他们。哥哥，你永远愧疚的活在这个世界上。小女孩落泪了，我赶紧去给她一个拥抱，结果我抓住的却是一片空气。原来人和鬼魂是不能相拥的，小女孩只是一个影子。我看到小女孩笑了，这种笑容是她发自内心的笑。妹妹，你真的不想回去了吗？我看见她笑，自己也笑了，不过笑得好牵强，笑里藏着泪，可是根本就藏不住。小女孩点了点头，她要来拥抱我，我张开了怀抱。第二天，我把小女孩的魂魄连着佛牌一起包好，带到了寺庙。寺庙人员说要烧了它，我说为什么？他们说烧了这玩意儿就干净了，也就是小女孩永世也不能超生。我赶紧抢了回来，一群人像看傻逼一样的看着我。最后我找了一块看起来不错的地方，绿树成荫。妹妹，哥哥把你埋这里好吗？寺庙要把你烧了，来世希望你能投胎成为我的孩子，我一定好好待你。我掏出红布，摊开了牌子。谢谢哥哥，你能给我取一个名字吗？我以后是你的孩子的话，你就叫这个名字，到时候我一定记得你。我想了下，有了，就叫张念莹。顾名思义，就是我希望能和杨莹莹走到一起。这个名字真好听。哥哥有缘再聚，我不想太煽情，再把你给整哭了。妹妹，有缘再聚，再聚的时候你对我会心一笑，我就知道是你了。小妹妹点头，她笑了，又落泪了。我把东西包好埋了，
鞠了3个躬离开了，心里很不舍，说不出的滋味。我通过自己的努力有了更好的工作，而且还追到了我的女神杨莹莹。但是这些所有都是通过我自己的努力得到的，虽然辛苦了一点，但心里很踏实。2年过后，我和杨莹莹有了孩子，还是个小女孩。我们给她取名张念莹。小孩出生的时候对我笑了，我感觉这就是小女孩转世。她这会儿先一笑，就是我们之前的约定。我老婆问我为什么取这么奇怪的名字，我给她讲了我请佛牌的事。她有点信，又有点不信。